今天早晨，川普在白宫是大发雷霆，因为他的党内高层一致拒绝了他的要求。这事儿你敢想象吗？另外，这两天一位华人老大妈，她在参加纽约选举过程中受到了不小的惊吓。她经历了什么呢？她对于咱们华人在美国参政有什么积极意义？能有什么教训？大家好，我是大卫，我们一起来分析新闻背后的真相。今天是美西时间11月5号，感冒还没好利索，不能大声说话，您还得多担待。今天开始我们的5件要闻。第一件事儿，川普总统今天确实是动怒了，因为据知情人介绍，他们在今天上午有一个早餐会，参会者主要是参议院里边的多数党，就是他党内的同志。共和党的领袖图恩也去了，但这次早餐会后并不愉快，吃饭只是一个幌子，真正是要谈一件大事，足以影响美国现有政坛的大事。川普就说，首先我们得检讨一下，由于我没有出现在选票上，第二由于政府关门对我们更不利，所以才导致了昨天4场都败了，民主党是横扫大胜。那既然说事儿已经出了，那终究要想一个办法解决。川普就又提出来了一次，怎么说又因为他提前说了好几遍了，那就是要求多数党领袖图恩，你在参议院更改一个内部规则。现在大事不是要60票以上吗？你干脆就采取多数，简单的50票就够。这个叫做清楚冗长辩论。这事儿如果说共和党团结一致，他是能干成的，因为他的席位超过了50票。按说技术上是不是可行？但问题是图恩严肃的拒绝了。他的理由就是说，现在咱们的心不齐，我清楚的很，不到50票，也就是现在的共和党参议员里有人有自己的想法，他不会支持这个。那咱们就来了解一下，那为什么这些共和党员反而会选择不支持自己的总统呢？这就有一个川普的利益和共和党的长远利益之间的分歧。我还是给大家举个例子，假设你这次为了满足川普个人的想法，因为如果说50票就能通过，这政府开门它就能结束。川普你接着执行你的方针政策，但是共和党可就输了。为什么呢？是因为这套制度它有个前提，那就是共和党你永远执政，那就妥了，就跟中国似的。但是美国宪法规定中期选举也好，它是轮换的。如果说1年以后中期选举民主党复刻了昨天晚上的成功，参众两院都变成了多数，那共和党就变成了什么呢？人家通过什么法案，总统议院又在一块儿了，那共和党可能就会成为一个边缘的小党。也就是讲这个60票的门槛实际上是保护参议院里的少数党的。你怎么能保证这共和党永远的是多数党呢？实际上他就是要给自己留一个安全阀，这60票明年也许就成了保护共和党的利器。你看有时候政治它就是这样的，总统的短期利益和共和党的长期利益它是不一样。那你就能理解了，你要是图恩你也是不想着尊崇老川的。第二件事咱们说一下昨天轰轰烈烈的纽约市长选举。
其中有一位华人老大妈，她呢被吓坏了。她遭遇什么事儿呢？咱们还是首先讲一下昨天轰轰烈烈在哪儿？那就是超过了200万的选民出来投票了，而且主要是以年轻人为主，大家都希望发出自己的声音。马姆达尼顺利当选了，他这个比分还是比较大的，另外2个参选人的总数都没有他的票多，这是绝对优势。这有意思在哪儿呢？那就是中国的一些选民呀，包括一些华人选民啊，听信了一些所谓的谣言，就讲这个马姆达尼有2个标签，一个叫穆斯林绿的，第二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2顶大帽子呀，你在美国都不是什么露脸的事儿，或者说都是一个令人忌惮的减分项。但事实上，这个马姆达尼他已经数次这个阐述他的观点了，他并不反以。而这次有趣的是，以色列人、犹太人有70%是投了他的票的。你再说他是绿，你再说他是反犹，你难道说在纽约70%的犹太人他们傻吗？你这逻辑是不是难以自洽？那第2个大帽子说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至少是个社会主义者。这个它不光是一个名词的分歧，因为他把共产党中国的那套社会主义和北欧的社会主义搞混了。这位马姆达尼他所主张的包括公交车免费呀，什么房租暂缓增长向富人征税这套制度在北欧已经运行了很多年了。它和共产党、苏联、中国、朝鲜的那个社会主义它不是一回事儿。这个大帽子也不应该戴给他。另外，昨天的五米市长连任成功了，他在波士顿。实际上，马姆达尼他提出的公交免费在波士顿已经实施了，也没见有些人讲的一实行这个纽约就崩溃吧。波士顿它没有崩溃而且波士顿的人均 GDP 在美国排名前5，它甚至超过了纽约和洛杉矶。你这儿怎么解释？难道有些人讲的一个白左市长迟早会把这城市毁掉？恰恰相反，这城市经济繁荣，秩序和谐。第3个呢我还想说一下，这位华人大妈她在参选的过程中，她遇到了什么事儿，把她给吓到了，以至于连续2天把腰都扭了第一个呢是昨天的事儿，川普作为共和党的总统，他居然号召自己的支持者不要投这个自己党内的统治，因为这3个人呢有一个是共和党，他开始投民主党的参选人库莫，也是原来的前州长。这位华人老大妈，我简单介绍一下她的背景。平时她经常在法拉盛那一带晃悠，由于他在教会里边能经常吃到那些免费的午餐也有晚餐，他慢慢发现这东西他吃了不要钱所以他就养成一个习惯，发福利的时候他专门吃那鸡腿，把那米饭菜扔了，就捡着精细有营养的吃。时间长了以后他就吃多了以后就容易撑得慌，就想着要参政。那你说参政的话，你到底是加入民主党，你还是支持共和党这个时候华人就显出他自己的淳朴幼稚的一面了。就是别人给他吹个大泡泡，他真信了。比方讲，我们是传统的、保守的。那问题是，他让你保守，他自己不保守你看海湖庄园那个跳脱衣舞，穿的那齐臂小短裙那绝对超出大妈的想象。另外，共和党告诉他们，这关税那都是外国支撑的，收了关税咱有花不完的钱。
事实上，这一年过去了，这物价蹭蹭往上涨，汽油也涨。我在加州，我当然知道汽油没有叫它涨了。第二呢，物价它也涨了，真正支付这关税的大多数啊，还是美国的选民。在今天最高法院的听证会上，这大法官都是这么说的啊，这不是我大卫说的。所以这位华人大妈呀，她昨天被晃了一下腰，就是发现党内的总统居然不支持党内同志，而支持敌对的民主党，这让她的世界观是轰然崩塌。她晚上就非常的失望。好在呢，她在这个其他州也有一些川粉，能够互相疗伤，让她凡事向前看，要多理解川普总统。川普总统有自己的苦衷，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今天他又经历了第二次的过山车，因为在前几天有一位叫什么阿特曼的应该叫什么比尔阿克曼，是一位保守派的支持者，他捐出了数百万美金来支持库莫，目的就是不让那个穆斯林当选。他就想这大妈就很淳朴，他就想这么多大的富翁聪明人人家都出了几百万来支持这个库莫就是不让他当选，这也是一个小小的欣慰。但是今天这阿克曼180度大转弯，他的 X 发文，而且还特地艾特了一下那个新当选市长，说你看我能为你做点什么。这位资本家口口声声要不让他当选，但他真正当选的时候，他并没有搬去别的州，而是选择和新市长合作。你说这位华人大妈这一生中哪见过这种事儿？确实把他的心灵给吓坏了。我想作为华人，如果咱们在美国参政，应该是多观察多看，不要听他说什么，关键看他能做什么。行应该是胜于言。好，第三件事还说一下那个弗吉尼亚也是民主党大胜，这里面没什么太大的悬念，州长、副州长、总检察长民主党是全拿。其中有一个原因是这个弗吉尼亚州有2个联邦政府机构，一个就是 CIA 中央情报局专门对外搞间谍的，它总部不在首都，就在弗吉尼亚。第二呢，五角大楼它也在这边，因为离首都比较近。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容易相信这个理性的判断，而不是被忽悠。第4件事还是我们加州的50号法案顺利通过了。这一点我就想问一下，有很多这个住在加州的华人川粉，他动不动就说咱们要坚持传统保守基督的，我们要反对这个法案，这是白左搞的。但昨天的数据也出来了，投票的白人西班牙裔包括非裔亚裔这个投票比例支持法案的都是非常高的，都超过了50%，有的是高达70%。那我就想问，那你是否能够承认这个现实，就是你在加州不是主流民意？无论你现在入籍多长时间，但问题是你口口声声你代表加州，事实上加州大多数人是支持50号法案的，无论他的信仰他的肤色是什么。承认自己是少数派很难吗？第5个咱聊一下中国的事美国挺热闹嘛，中国更热闹。在前几年大家都清楚地方政府有时候说话不算，换了个市委书记市长他就能不理前面的事儿。现在一样，因为中国经济在下滑。今天经济学人说中国的 GDP 实际只有 2.5% 左右我感觉不一定有这么高。各地就开始想招了，开始争抢这些企业家。
我看到有人发了我一个啊，这是老套路吗？它叫上海新质农业科创产业社区注册入园税收政策优惠。这个税收啊，它放的很宽，它就提到不一定是农业，第二不一定非得在我这儿办公，你只要来我这儿注册就可以。它返还比例是50%，甚至高达80%，其中包括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还有就是城建税。这些税啊，如果它真的实现，确实能够为企业大幅度的降低成本。但是啊，我还是要给大家泼个冷水，因为这么多年见的太多了，这种案子我们每年都有。那就是中共地方政府有一个养套啥的策略，先放水养鱼，对吧？然后你深深套牢，你的技术、员工、办公场地你都在这儿了，然后呢就是杀肥猪，你想跑已经是来不及了。所以说，当你奋斗了5、6年，把这个已经拿到的优惠最后一次性吐出来的时候，你不发现自己就是那个吃鱼的鸬鹚吗？吃多少最终啊全吐出来，最终啊无非就赚了一点小鱼小虾。好吧，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呢，我想和大家分享最高法院对于老川那个重要的关税是怎么交锋的，这里面也有很多看点。您打开小铃铛，明天咱第一时间再会。